朱晓东岳父生日前夕，曾打电话邀请女儿夫妻参加自己60岁生日宴席。可是朱晓东岳父生日当天，等来的不是女儿和女婿的现场祝贺，而是女儿遇害的消息。突如其来的消息令杨家人震惊。女儿从小乖巧懂事，婚姻幸福，工作稳定，怎么就会被害呢？杨丽萍，上海本地人，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当地某小学当老师，月薪上万元。杨丽萍长得清秀靓丽，性格温顺。一次偶然，杨丽萍在酒吧里认识了男子朱晓东。朱晓东一身帅气，还有一点点痞性，深深吸引了她。俗话说，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很快，杨丽萍与朱晓东之间就摩擦出了火花。朱晓东同样出生在上海，从小与母亲生活，性格内向，贪玩，不爱学习。中学没毕业就进入社会工作。认识杨丽萍时，他还只是一个拿着月薪5000元的商场理货员。两人相识没多久，朱晓东就突然消失。1年后，他又出现在杨丽萍的面前，而他向杨丽萍的解释是，自己生了一场病，出门散心，现在病已经好了。看到朱晓东一脸的真诚，再加之他的嘘寒问暖，杨丽萍确信不疑。她决定正式带男友回家见父母。阅历颇深的养父养母在了解朱晓东的背景及简单交谈后，他们发现朱晓东就是一个好吃懒做、不思进取的人，和女儿相差太远，两人在一起也不会幸福。然而当他们将意见告知女儿时，却遭到对方的强烈反对。杨丽萍坚信朱晓东就是自己的真命天子，非他不嫁。无奈之下，养父养母经不住女儿的软磨硬泡，同意了这门亲事，被迫接受了这样一个女婿。由于朱晓东没有积蓄，两人的婚礼也办得很节俭。杨丽萍没有身穿漂亮的婚纱，而是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上衣和牛仔裤。而婚礼也没有豪华的宴席，只是简单的亲友聚餐。婚礼当天，杨丽萍喜笑颜开，内心对婚后生活充满了幻想。可惜她根本没有预见到，婚后的生活却是一团烂泥，而眼前的帅气老公却要了她的命。结婚后，杨丽萍住进了朱晓东和母亲曾经生活的房子里。房子不大，只有30平方，是一个老小区。而朱母也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居住。尽管生活条件较差，但杨丽萍也不嫌弃。她一心只想着两人好好过日子，生活就一定会幸福。然而单纯的她还是高估了丈夫的人品。朱晓东结婚后就原形毕露，他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赚钱不多，还参与赌球，甚至在输得精光后还向妻子索要金钱。不仅如此，他还饲养冷血宠物蛇、蜥蜴等，而这些所有的费用全部需要妻子来支付。刚开始杨丽萍觉得这些是丈夫的兴趣爱好，也没有反对，但随着长时间金钱和精力上的付出，让她感到疲惫，于是两人频频爆发争吵，生活也过成了一地鸡毛。而杨丽萍也不敢告诉家人，自己选择的苦果只能自己吃。生活中的不堪，杨丽萍还能忍受，而让她不能忍受的就是朱晓东的花心。其实朱晓东消失的1年里，他并非因病而去西藏，而是和前女友一同去西藏游玩。朱晓东前女友是个富家千金，两人交往一段时间后，就遭到女友家人的反对，不得已，两人被迫分手。原本朱晓东带着女友去西藏，本想与对方同归于尽，未曾想没有实施成功，女孩因此逃过一劫。朱晓东结婚后还经常与前女友私聊，希望从前女友处索要一些钱财，而这一切刚好被杨丽萍看到。眼看丑事被妻子发现，朱晓东只好假装愧疚，写了一封道歉信。信中他写道，只爱妻子一人，保证不会再与其他女性联系。同时阴险的朱晓东也要求妻子不准与异性接触，否则两人一起赴死。朱晓东的一封道歉信又挽回了妻子的心。杨丽萍原谅了丈夫的过往，希望一切从头开始，重回婚姻正轨。此后朱晓东也确实没有辜负妻子，积极寻找工作，生活上也尽可能的体贴关心杨丽萍。然而看似美好的一切，背后竟然是一个更可怕的阴谋。
2016年的一天，朱晓东下班回到家中，兴奋地和妻子说：“老婆，我找到一个工作机会，但我们需要离开上海，搬到香港。”杨丽萍听到丈夫获得一个很好的事业发展机会，也真心替他高兴。尽管心里充满了对家人和工作的不舍，但想到丈夫有更好的发展平台，便下定决心辞职跟随。而对于自己的决定，她也没有告诉父母。辞职后，杨丽萍忙前忙后，做着离开上海的准备，以至于朱晓东买了一个大冰柜，偷偷买了一些解剖用具，他也没有任何怀疑。有一天，朱晓东提议两人去杭州旅游一趟。随后，两人来到了杭州，但因为酒店住宿问题，本来2天的行程，他们当天就返回上海家中。当天晚上，两人又因杭州之行发生了口角。次日早晨，杨丽萍再次抱怨旅行中的不愉快，而此时的朱晓东早已不耐烦听到妻子的碎碎念，他用双手使劲掐住妻子的脖子，直到妻子断了气，他才松开手。看着妻子的尸体，朱晓东的内心丝毫没有恐惧，而是熟练地用解剖工具将其肢解，然后包裹起来，放入买来的冰柜最下层。就这样，杨丽萍的尸体在冰柜里躺了整整105天。而在此期间，朱晓东仍然利用妻子的微信回复着亲朋好友的消息，时不时发的朋友圈，表明妻子的存在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带着不同的情人到国外旅游，花光了妻子的积蓄，还透支信用卡高达10多万元。转眼间3个月过去了，原本懂事的女儿从来没有这么久不回家，打电话不接，不参加亲友聚餐，这令杨家父母非常恼怒。正好杨夫60岁大寿，杨夫要求女儿女婿参加，这时朱晓东才慌了神，急忙打电话向母亲求救。最终在母亲的劝导下，朱晓东答应次日去自首。然而这只是他为了活命而被迫做出的选择，根本没有悔过之心。朱晓东来到警局自首，声泪俱下承认用双手结束了妻子的生命，并表示愿意接受法律的惩罚。然而可笑的是，当法院一审判处他死刑时，他却直呼判太重，申请上诉。最终2020年2审时，朱晓东被执行死刑。朱晓东杀妻藏尸案曝光后，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，人们纷纷痛斥他丧心病狂，毫无人性。而朱晓东的一位前女友也表示，朱晓东喜欢养冷血动物，性格孤僻，自私狠毒，还庆幸自己逃过一劫。时至今日，朱晓东杀妻案件已过去5年，但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深思。选择伴侣时，除了观察形象、家庭背景外，更重要的是看一个人的人品，选择一个好人，而不是选择一个只对你好的人，如此才能将婚姻的风险降到最低，平安度过一生。